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牛老师不是马老师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中国究竟有多少软件可以借钱啊？没错，国产软件的右一和本身毫不相干的离谱功能借钱啊，甚至有的连借钱广告都已经拍成了连续剧。15万，这哪来的钱啊？兄弟，这是你在上的备用金。所以当下最关心你有没有钱生活的，可能还真不是你妈。借我1万块钱呢？怎么你还活着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，在我研究后取名为合情合理派、天马行空派、近乎离谱以及纯属逆天派的一众国产软件，到底有哪些能助我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。那众所周知，像白条和花呗只能算是暂免消费，而我们要找的是首先点开某付宝，再点击右下角我的，找到下方的借呗，这种直接能拿到实体码内的进阶操作啊，没错，打开软件几秒钟，理论上我们就已经可以借到3万了。给人贷钱了，贷3万多呢。那接着返回主页，点开京东，点击右下方我的，找到左下方钱包里的白用啊，没错，一个购物软件都能借钱。不仅如此，返回点击白用上方的白条，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，现在的白条额度居然升级到能直接借钱了，白条直接变金条了，属于是。甚至你还可以返回上页面，找到这个借字图标的金条借款，继续薅社会主义羊毛。也就是说，在京东里有整整3个入口，可以让你借到总计额度近8万3的码内。比起用白条消费，金条借款这种直接借钱的行为，堪比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白条。拍在沙滩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能不能认这个屡败屡战的成功男人做干爹。来到主页，点开美团，可以发现在右下角我的页面，这个模仿777抽卡的数字，最后是落到了幸运数字7。于是我们又借到了7万1额度的码内。生活类软件能借钱的理由吗？大概是这7万够我去 KTV 找公主了。这都是真正的公主啊！这都满清时代的格格。接着返回主页，点开每天吃饭都要打开的饿了么外卖软件，依旧是点开右下角我的，并且还注意到和美团一样，都用上了根本没有消息提示的提示红点，就怕你不敢看。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。如愿点进去后，发现一个外卖软件居然能借到目前最高20万额度的码内，平均21顿饭，1天3顿能吃整整9年，不愧是饿了么，把它吃掉，把它吃掉，饿了么，把它吃掉，把它吃掉。那总之，像刚才直接能在上面消费、购物、吃饭的几个软件，借点钱都还算情理之中，并且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最高可以借到38万4额度的码内啊！当然，你现在就可以拿着这笔钱狠狠甩老婆脸上，说我要在家躺3年。那接下几个软件能借钱的理由就属于是天马行空，譬如点开爱奇艺这类影视软件，点击右下角我的，可以看到连一个影视软件都能借钱，甚至可能是爱奇艺注意到我到处借钱后，上方的横幅广告以及刚才的开屏广告，居然贴心的推荐起了借钱广告。你是借钱的吧？那像大麦这样的购票软件能不能让我借钱看个演唱会呢？点开大麦，依旧是点击右下角我的，找到借钱，可以看到一个购票软件能借到逆天的30万码内，理由可能是我用借来的钱能拿到整整15张周杰伦最贵的内场演唱会门票，于是我就可以带我7个不同时间段女友依次。哎呦不错，这个屌。接着，当你出门看演唱会打车的途中，点开滴滴，点击右下角我的，找到我的钱包最右侧10.8万。可以发现连一个打车软件都内置了借钱功能，并且返回后我发现，甚至这个借钱的下方还有一个隐藏借钱入口，总计拿到17万左右额度啊，差点都够你买个2手苏七了。但像我这种穷的到处借钱的富豪，可能差的是辆飞机。于是当我点开携程这种买机票的软件，点击右下角我的，钱包页面居然全都变成了借钱入口，离谱到总计100万的额度啊，已经是前面所有的软件加起来才能借到的总额。得亏雷军没造飞机，不然携程这100万都够我买个小米飞机。这个价位起步，有可能是最后一次。那总之，旅游、打车、买票也勉强都需要消费。那接下来的软件可以说和消费毫不相干，而且还真就让我找到这么一个奇葩浏览器软件啊，没错 ，UC 浏览器。甚至打开软件，我不信你们能认出来这是个浏览器软件，但依旧不妨碍我们点击右下角我的，下滑找到借钱，喜提20万元的额度。但除了在新葡京赌博输的差点下海，我是怎么也想不通还能有在浏览器里借钱的离谱操作。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并且统计一下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借到总计225万4的夸张额度，已经是够我们买200多台苹果17超大杯。接下来返回主页，点击微博这种信息类软件，又是点击右下角的我，找到我的钱包啊，一个信息类软件页面展示了整整3个统一借钱入口，随机点击一个入口后可以借到最高20万元。到现在看到20万这种小数，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小目标，比方说挣他1个亿。接着就是最后2个，我想破头也找不到任何理由能找他们借钱的软件。地图软件，甚至还有一个 P 图软件，操作也都是熟悉的。打开软件，点开我的，在钱包页面就能找到借钱入口。所以到底什么小可爱会在 P 图软件里借20万，在百度地图里借，总计140万。
甚至，你还能返回点击钱包旁边的度小满，再借20万。一个地图软件狠狠地爆出了160万的马内。最终，所有骑马软件加一起，让我们的借钱额度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暴涨到了425万4的夸张额度。我给大家算一下啊，中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近17000一平米，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一套250平米的豪宅，够离谱了吗？那不妨我们再看一下买房软件贝壳找房，点击右下角我的，点进钱包找到借钱，多少？个10、100，妈呀，前面还有一个3呢！啊，没错，相信你跟我一样目瞪口呆，能借最高惊为天人的3000万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财富自由的入门级标准是，如果一个家庭在1线城市生活有一套房，并且所有每年开销用总资产4%的被动收入就能平衡。也就是说，我用这3000万里的1000万，在上海内环全款买一套120平米的住宅，生活上年支出包含国际学校、私立医疗等，哪怕70万一年，你在家什么都不干，仅用剩下的2000万，每年4%的被动收入就已经是80万，妥妥的财富自由啊！谁他妈在给我说现在下行的？